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一个人的成功或者失败，有着许许多多的原因。古人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里面感觉有非常多的无奈。但是看着那些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大家似乎又相信这样的宿命论。《红楼梦》里的贾家是一门两国公，屹立近100年，但是败落时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见有时候确实是富贵在天，可是古人说富看鼻，贵看眼，你知道是说啥吗？富贵在天，这世界上的事情大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谁的成功不是自己的努力和时代的造就？那些完全靠命运的人，就如同一个做梦的人说自己将来一定会富甲一方一样，大概是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的。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时候，是想劝慰自己的朋友司马牛，那些财富虽然丢了，都是时代和你生在宋国的原因，但是在你努力之后，一切还会有的。只要自己能够行得端坐得对，走到哪里都会有朋友兄弟的，不要自己和自己置气了。墨子后来为了防止有人断章取义地理解这句话，还专门做了非命的注解，让大家不要受宿命论的影响，要努力地做事情，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这富贵需要的是努力和机会，少一个都不会是大富大贵的生活。努力能解决的始终都是小富即安，想要大富大贵，没有一个机会或者是好的眼光是不可能的。富看比，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这个社会上永远都是富人占少数，穷人占着大多数。礼记里说富者也，福也，富就是福气的代名词。孟子里说富岁子弟多赖，这里的富是指多的丰富的，占有大部分生活物资的人就是富，也是生活中有福气的原因。汉书里说有周氏之谗焉兮，或鼻祖于焚于，这里的鼻字是初始和开端的意思。说文里说鼻，主臭者也，这里的鼻是嗅觉的意思。一个人家如果想富，就需要选择一个好的行业，努力做好开始，这样就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应得的富。古代的富人其实有2种，一种富是商人，一种富的地主。不论是哪种富，想要成就自己的一生，就要选择好一个行业，然后去开创，才能成就富的人生。胡雪岩原本是一个跑街的伙计，最后能成长为晚清时期的富豪，和他自己选择的行业以及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无关系。一个人的开端和嗅觉是他成为富人的关键所在。贵看眼，很多人在写祝福的时候，常常会说祝你富贵吉祥，但是富和贵其实是不一样的。富只要有钱就好了，但是贵却是有地位的人。广雅里说贵，尊也，贵贱以物欲，由尊卑以器欲。只有那些身份尊贵的人才会是大家口中的贵人。古今小说里说教地方公童做眼，将良公家家财食物变卖了，这里的眼是见证的意思，而还有节骨眼这样的词语。眼字所代表的就是事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贵是要在关键时刻见证关键的事情，才能得到想要的尊贵。朱棣的靖难4公爵之一的陈亨，他原本是元朝的一个万户，在元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开始后，选择投靠了亳州的朱元璋，这是他第一次站队成功。在朱元璋时期做到了北平都指挥使，也算是镇守一方的大将了。到了建文帝时期做了都督府的佥事官。朱棣开启靖难之役后，移防大宁的陈亨觉得朱棣能成大事，这次他选择了跟随朱棣奉天靖南，结果这次还是选对了。自己虽然身死，但是被朱棣追封金国公，为自己的子孙赢得了无上的荣耀，成为明朝的勋贵家族。陈亨的2次选择都是在关键时刻让自己站在了胜利的一方，这样才能成就那贵的人生。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选择和机会很重要。如果每次都是踏着别人走过的路，想要成功还是很难的。没有谁的成功是可以轻易复制下来的，能够复制的都是成功后的享乐罢了。谁的秘密都是不能轻易透露给别人的。总之，在社会里面生存，选择和眼界很重要。选择好了，就能乘着时代的风起飞；选择不好的话，即使时代是飞速发展的，你也只能跟在别人的后边奔跑。尽人事，听天命是告诉你，人生的路上往正确的方向努力，才能成就正确的人生。第2，传承1000年的面相学，长得好看就面相一定好。神话中道家面相说，风水从古至今都是一种摸不透、捉不着的学问，但在风水上也不是人人都信这一玄而又玄的东西。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很多富贵人家都认为风水极其重要。据风水师透露，
好的风水能让家庭更美满，事业更进步。而人脸也有风水一说，据说古代有许许多多人喜欢算命，而算命的最先看到的就是人脸，人脸上写满了过去和将来。在算命这一学问上，有这样一句话：富贵在天，但富看鼻，贵看眼。这句话也变相说明了人的富贵与人脸的风水有关，但面相吉是命运这一说法是不是真的？而面相学又是否可靠呢？面相学。面相学的由来是从西方传至亚洲的，最初的面相学东方是起于《礼记》的记载，而在《礼记》以前，在古希腊时代的西方国家就已经有少数人开始认为面相是一种学问了，并且当时的领导级别的人物都各自有各自的面相师，不仅仅是为自己看，还为自己手下看。在古希腊时代，一代君王想要忠心的手下，首先会让自己的面相师看自己看中的人是否会忠心自己，然后才考虑是否重用这个人。这个那时候的亚洲看是否有能力，是否有背景是大不相同的。但面相学最终还是传入了东方。面相学在古代一直被当作一门学问传播，不仅是领导者们，老百姓也相信面相学。自古代就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说，这句话说的就是人的面相，从而确定这个人是否有福。但在19世纪末，面相学被当时科学家们称为伪科学，认为面相学这一学问就是胡编乱造，没有具体的科学依据，因此面相学被抛弃了好多年，一直到近些年才又有人认为面相确实可以确定一个人的很多事，比如生活状况、休息状况等等。在过去就有人对不认识人的进行过看面相，描述对方是什么样的性格，内向还是外向，是否有责任心等等。经过这项研究发现，确实是在看一个人的脸的同时，能看出来不少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性格什么的。但具体是不是真的可以看脸算命，还没有真正证明出来。曾经在面相学这方面还有过心理专家认为，面相的确能确定人的某些性格和特征，但大多数都是心理暗示，或者说是一种直觉，并且在多年的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很多人已经在表面能控制自己的很多面部微表情，这让面相学变得更加不容易验证了。东方的面相学。在中国，面相学是中国武术之一的学问，有些能人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五官、脸色以及身上的特征等等推断一个人的家庭状况、性格、脾气，甚至有些人看面相就能了解这个人的过去，或者知晓这个人的未来。尽管不可思议，但在古代面相学的算命先生是比比皆是的。在中国古代，认为人的面相是和阴阳五行有一定的关联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有五官一说。一些能够看面相知命运的人，大多数是看一个人的面相，然后与五官联系到一起，再按五行推算，这样的和五行相辅相成，才有了面相学一说。但据古籍记载，其实真正从面相能看到的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是善良还是恶的，并不能完完全全算出这个人的未来具体会发生什么。但为什么面相算命被流传得这么厉害，好像真的有未卜先知一说呢？似乎看一个人就能看出以后能成什么事，这是因为看出一个人的面相就知道这个人是恶是善，看出是恶是善，再加上想要算命运的人多数会把自己所求告诉给算命先生，这样知道善恶再知道所求，一般情况下就能猜个8、9不离10。再加上算命一般都会打听好一个地方的大概的许多事，所以古代的算命就非常准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